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天地间新大结局，泪雨见光中，谁该为爱与牺牲证明？当天地间新的终章落下帷幕，荧幕前不知多少观众为那一幕幕血与泪的抉择掩面长叹。全敬亭为力量屠戮亲情，全如沐为挚爱挡剑身亡，王权富贵以命燃剑，白发妖化。最终与黑狐同归于尽，这些情节如连珠炮般击穿人心的防线，让大结局化作一场盛大的悲剧仪式。然而，在悲壮与牺牲的背后，那个缠绕数百年的缘分纠葛，却因改编的失衡，成了全剧最值得反思的留白。全如沐之死，亲情背叛下的永恒遗憾；全敬亭的堕落，是人性贪婪的缩影。他寻找龙威云换取力量时，眼中闪烁的野心早已淹没了为人父的温情。而全如沐，这个始终以赤诚之心守护所爱的青年，在父亲剑下瞑目的一刻，不仅让王权富贵的世界崩塌，更将背叛二字刻入观众的记忆。他的死不瞑目，是对亲情最后的质问。当权力与欲望凌驾于血脉之上，牺牲是否成了唯一的救赎？这一剑刺穿的不仅是全如沐的胸膛，更是全剧伦理秩序的根基。王权富贵的燃命抉择，从恨意到救赎的涅槃。目睹兄弟惨死，王权富贵的悲痛化作滔天恨戾，被黑狐乘虚而入。白发妖化的他，是意志与黑暗的决斗场。那一头银丝，不仅是力量的代价，更是心灵被撕裂的象征。所幸冰人的坚韧让他夺回一时，挥出天地一剑，以生命为火种撕开裂口，与黑狐决死一战。这一刻，他的牺牲超越了个人恩怨，升华为对苍生的大爱。但观众在泪眼朦胧中不禁诘问：这样的英雄，为何偏要在转世后与青铜重蹈覆辙？青铜与王权富贵改编失败下的不合适的缘分。诚然，动漫中青铜与王权富贵的前世今生如诗如画，他作为蜘蛛精的纯真与坚守，与富贵少爷的孤高相互映照，成就了一段跨越物种的浪漫。但电视剧的改编却将青铜塑造成一个单薄乃至惹人厌烦的角色，他的动机模糊，行为矛盾，甚至被诟病为拖累主线。当王权富贵在圈外燃尽生命时，他的选择是对天下苍生的担当；而转世后的重逢，本应是希望的延续，却因人物塑造的失败，成了硬凑的败笔。观众呐喊这两人不合适，并非否定爱情的永恒，而是抗议角色被强行捆绑的命运。王权富贵的大爱，应终结于那柄斩灭黑狐的剑下，他的转世理当享有平凡的自由。若青铜无法在剧中立起独立的人格，那么再续前缘不过是美化了的桎梏。天地间新的大结局，用血与泪书写了牺牲的壮美，却也留下深刻的警示。真正的悲剧不是死亡，而是命运被随意摆布。全如沐的枉死，王权富贵的燃命，这些泪点之所以撼动人心，是因为他们源于角色自主的抉择。而青铜与富贵的缘分，若只剩改编的苍白，不如放手让彼此远离。正如观众所言，躲得越远越好。当剑光散尽，泪水干涸，我们或许该记住，有些爱适合封存于记忆，有些缘不必强求圆满。